幸好杨家还有东西可以换。聪明人从此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惹是生非，自寻死路。一些雕虫小技，还是回去好好修炼吧。来人，在，请王后回宫。是。王后，您请吧。伽罗，姐姐今日来，就是想亲自送你出家。如今你二人结为夫妻，姐姐心愿已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是独孤家最后的希望，好好活着。姐姐保重。王后，请吧。还未到吗？哎，可不是嘛！你看都什么时辰了，这杨坚迎个亲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说这伽罗家中已经没有什么姐妹妯娌了，难不成谁还拦着他不成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啊？不会吧？要不我派人去看看？还是我去吧，这里宾客众多，你留下帮忙，安抚好公主。嗯，也好。大冢仔，前事莫提。今日是我与杨坚的大喜之日，您既然来了，那便喝杯喜酒，吃口喜饼，沾沾喜气。这是天王御赐的葡萄酒，姐姐说这是特地从西域运来的。极为少见，一般人喝不到。哼，天王对你们还真是厚爱。我敬大冢仔一杯。大冢仔，您是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难道大冢仔以为我真的还会继续和您作对？不死不休吗？我随太祖打天下至今，大风大浪经历无数，与我作对之人还少吗？如今都化为一堆白骨了。此刻，王后还在回宫的路上，杨家正在迎宾，我还要感谢杨将军，加上他亲手奉上的2支精兵，如今从皇宫到整个长安城，尽在我掌控之中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既然喝了喜酒，那这喜饼也请大冢仔尝尝。想必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何对一个杀父仇人如此客气？很简单，姐姐虽然已经回宫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即便是天王也保护不了她。所以我只能求大冢仔您了。姐姐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只希望她后半生
无忧无虑，好好做他的王后。为此，我可以当过去一笔勾销。从今往后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大冢仔，请。宇文护，你奸猾一生，万万想不到，只有同时喝下这酒、吃下这饼，才会毒发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饼中一定有毒。有刺客保护大冢仔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不用管他，抓住刺客，要活口。宇文护，你这个奸贼！杀我夫君，夺我田地，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，你罪孽滔天。今日我杀不了你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五个人等，全都退出。不行，这些人必定与刺客有关，全部都要抓起来审问。不必了，这些人还没这个胆量。敢借婚礼行凶者，就在这堂上。来人，将此二人拿下！慢着，慢着。大冢仔，请问你有何证据证明是我指使的呀？你们突然与公主同日成亲，又弄了这么大的排场，故意引我前来，分明就是阴谋。难道还想脱身？大冢仔，刺客已死，只是一个寻常妇人，他为何要杀你？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是你晋国公府欺压百姓，害人在先，与杨家毫无关系。是啊，大冢仔，我们若真有暗杀之心，岂会派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？况且，刚才她还挟持了伽罗作为人质，各位皆亲眼所见呀。大冢仔，您可不能妄加猜测呀。独孤伽罗，他究竟是谁？他必定是你独孤家的人，对不对？独孤家的人只剩下伽罗一个，相信这一点，大冢仔您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说话呀！他人是死了，但我可以让他死无全尸。大冢仔向来斩草除根，岂会留我独孤家活口？我不知他是谁。大冢仔若有心对付杨家，用这样的理由，如何堵天下悠悠之口？你的嘴与你父亲的骨头一样硬。好，既然如此，
来人，在。将刺客的尸首带走。是。你不是硬气吗？他既然与你无关，你哭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受人迫害、孤苦无依之人。我为自己哭，有何不可？在这长安城中，还有很多人与他一样。究竟是谁害了他们？害他们走投无路，以死抗争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到头必有报。大冢宰，刺客已拿下，即便死了还是可以查的。公主已等候多时了。既然二位口口声声说与己无关，那便赶快前往随国公府，成亲吧。独孤伽罗、杨坚，目睹了这喋血一幕之后，我倒要看看，今日你们这个亲该如何成。这必定是一个让你们终身难忘的婚礼。伽罗，她是我大嫂，她是我大嫂。伽罗，我看出来了，杨家众人都在等着，你们不得不去。独孤家真的没了，但杨家还在。我不能倒下，我们一定要成亲。星都去向。是。有情况，赶快通知随国公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是啊，真漂亮。恭喜啊！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啊？这吉时都已经过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哎呦，到底要等到何时嘛？大喜之日就如此待我，我以后要怎么把她当做大嫂看待哦？啊，公主，稍安勿躁，莫急莫气，稍微再等一会儿，就当是为了我吧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翻脸了。是，公主你最温柔贤惠了。心腹来了，心腹来了，郎中，心腹来了。好。伽罗，
大嫂你怎么走的那么慢呀？哎呀，走快一点嘛！公主，我等不及了。杨福，行，交拜礼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便是我杨家的媳妇了。你们要好好对待妻子，夫妻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，生是同欢同忧患，死亦同穴不分离，矢志不渝。伽罗，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你以后也要如此待我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行，合锦礼。伽罗，回禀大冢宰，那刺客面目尽毁，没有武功，只是一个贱民，实在查不出身份。即便贴了告示，也无人认得呀。父亲，此事必定与独孤伽罗与杨家有关。早听我的话，将他们通通除掉，一了百了，哪还会有这些破事？大冢宰，那刺客的尸首该如何处理呀？扔到野外，喂狗。我大嫂呢？我们在靖国公府外等了几个时辰，终于看到了宇文护的手下，将他的尸首抬出来。我们跟随至野外，将大嫂寻了回来。我想去看看他。伽罗，我们已经将大嫂安葬了。大嫂，你死得太冤枉了。若非我冲动行事，你也不会因为要救我而如此惨烈。宇文护羽翼丰满，硬拼只是徒劳。我已费尽心机，最后还要搭上你的性命，伽罗好悔。我们之前将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。宇文护如今必更加防备，想要除掉他，还需有全局的计划，一步一步来。若贸然行动，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的牺牲。如今我的亲人一个个离开，我一定要清醒，要理智，慢慢积蓄力量，要以正义令宇文护伏法，为大周除害。大郎，我们不该以命换命。以你我二人的命，换那个奸人的命，不值得。伽罗，有件事情我早该告诉你，你大哥还活着。我大哥还活着，他在哪里？你莫着急，你大哥如今隐姓埋名，在调查宇文护一党的罪证。他再三叮嘱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他的本意是希望你能够为了独孤家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保重自己，不要报仇。
我会好好活着。大嫂，你安息吧，我一定会带大哥来看你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们定会拿这个罪人的鲜血来祭奠你。听闻大冢宰前几日遇刺，为查明刺客身份，闹的是废反迎天，可有查出了什么？没有。天王，但刺客如此胆大妄为。回禀天王，经秋官府核查，此案确系刺客一人所为，并无疑点。那既然如此，便可结案。众卿还有何事要议？如若没有，便退朝吧。且慢。天王，臣有事启奏。王后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是大冢宰，他正当着众臣的面逼天王废后。王后，奴婢去请太医。不必了，乃至为我梳妆、更衣。是。王后并无过错，为何废后？王后屡屡犯错，先是为罪臣独孤信修墓立碑，违背皇室法度，被罚禁闭佛堂3月，此乃天王亲自下的旨意。可他却不顾禁令，私自出宫，踏足罪臣府邸，试问一个不守法度、失德败行的王后，如何母仪天下？天王，魏国公并未被定罪，修墓立碑、陪妹出嫁，皆是人之常情啊。是朕准许王后出宫的，王后并未抗旨啊。王后为了一己私念，祸主媚上，又使天王出尔反尔，朝令夕改。王后此举，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啊？欺君犯上、祸乱朝纲的人是你，宇文护。王后，朝堂大殿岂容后宫妇人涉足？来人，将王后请出大殿。大胆！天王还未发话，你区区一个臣子，竟敢发号施令！宇文护，你又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？你这还不是犯上作乱吗？王后，天王宽厚仁明，敬你是他堂兄，以礼相待。可人善被人欺，天王才是一国之君，而你却怀不臣之心，妄图凌驾天王之上，臣子霸政，架空军权，是为奸臣，其罪当诛。王后，一派胡言！天王，王后不遵祖宗礼法，后宫干政，请即刻废后。王后，你先回寝宫去吧，朝堂之事，朕自会处理。宇文护，我今日赶来，便没想过再居王后之位。天王，臣妾只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宇文护他狼子野心，残害忠良。若是再任由他把持朝政，大周必定朝纲大乱，国破人亡。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！住手！大冢宰，天王尚未发话，王后便仍是一国之母，岂容你如此对待？你知道什么？她病入膏肓，神志不清，还有什么资格再当王后？拖出去！王后，大冢宰，你……宇文护，你以为你真能只手遮天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必定会遭报应的。天王，臣妾无能，不能再继续陪伴天王了。照顾好我们的贤儿，我们来世再见。
太医，沈太医呀！王后，你天王，千万别再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王。王后。天王节哀，王后。皇后宾天，皇后宾天。父亲，没想到我与阿爽不在的这几日，家里发生这么多事。皇后嫂嫂是个好人，你们若是不敢劝她，我去劝。让大嫂放心一下吧。大嫂这样，会把自己累坏的。如今我们能为他做的，也只有不去打扰他了。都回去吧。走吧。大姐也离我而去了。大姐她有远见，有卓识，气度高华，只有她才敢做这样的事。她的作为足以流芳史册，我敬佩她。王后大义凛然，百折不屈之风范，人人称颂，万民同悲。母亲曾说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可以最温柔，也可以最坚强。大姐，大嫂，从此以后，我独孤家楼的命，不只属于我自己。我会为你们好好活着。佳罗，我觉得他们并未消失在这天地间，他们只是去了另一处。迟早有一日，你们会再见面，只是或许要再过几十年罢了。在这世上，会有人替他们爱着你，所以你也要好好的爱惜自己。佳罗，若你想念他们，就将这满天星辰当做他们吧。
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天王，臣弟知道天王悲痛难抑，更知天王心念王后。可天王是一国之君，不能不理朝政啊。大哥，难道你忘了身为天王的责任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当年我们兄弟3人跟随父王东征西战的雄心了吗？难道你忘了父王对你的期望？记得那次狩猎，父王夸三哥勇武，夸我沉着稳重，但其实有勇有谋的却是大哥你呀。父王将铁弓赐给我，是因父王觉得以大哥你的才智，无需这把铁弓。阿勇要这弓没用，只有大哥带领臣弟，才能张弓搭箭，一统江山呐。如今太子殿下一渐渐长大，看见天王如此行事，你让他以后如何效仿？天王，臣弟恳请天王重振朝纲啊！父王，母后临终前嘱咐你，一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天王，儿臣也希望自己的父王是一个顶天立地之人。母后说，若任由宇文护独大下去，终有一日他会害死儿臣。父王，你忍心看见儿臣死在那个奸贼的手里吗？既然天王执意如此，臣弟也无话可说。唯愿天王还记得自己的身份。真对不起王后，对不起父王遗愿，对不起我大周的子民。公元558年，周国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依旧全面掌控政权。王后离世，终唤醒了天王宇文毓的血性。他开始韬光养晦，表面仍为傀儡帝王，实则已开始准备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。他选择从最不易引起宇文护注意的文化做起。独孤伽罗因愧疚于杨家为自己所做的牺牲，故自嫁入隋国公府后，立即为壮大杨家而努力。在内，他勤学持家之道，将杨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；在外，则注重与长安文武官员诸家交好。但凡各家嫁娶、寿辰、天子等，皆一一记下，并备礼上府拜贺，以期改变杨家势单力孤的状况。同时，伽罗大力撮合杨整与蜀国公尉迟迥之女尉迟荣联姻。杨家得到尉迟家的支持，使宇文护有所顾忌，暂获一段难得的喘息之机。啊，父亲，你们都在啊？公主，快过来坐。静书，去帮公主拿个垫子。谢二嫂好意，可我还是要坐在我家三郎身边。哼，你呀，还是与二哥好好坐着吧，是吧，三郎？珠儿，大家都在呢。这有什么呀？
都是一家人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有什么好遮掩的？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便是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可不行，就该亲亲热热，是吧，二嫂？我与你二嫂啊，可学不来你们这样。我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俩这样挺好的呀。郎主，这是此次退回来的礼品，是小司马家、贺将军家，还有无妨。先记录下来，放回库房吧。是。人参，大嫂，你送人参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真是花钱讨没趣啊！外人不知道，定以为我们随国公府钱多的没处花，可谁知啊，我们过的都是缩衣节食的日子呀。大嫂，我才嫁进来没多久，家用已经缩减3次了。那公主，您若是缺什么，我派人给您买去。不用麻烦你，给我钱就行。珠儿，家楼虽然缩减了3次家用，但均是在我们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缩减的。我们挨家挨户的给人送礼，看上去似是徒劳无功，但其实已经有一些士族在跟我们来往，相信假以时日，一定会有成效。大哥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想拉拢人壮大杨家，可是也要考虑府里的实际呀。正所谓礼尚往来，不能只有往没有来啊。府里的钱像水一样的往外流，没有几个人回礼也就罢了，还常常被人退礼。真不知道你们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侮辱，反正我是觉得很丢人。今日种因，他日结果。今日未看到果，并非因错了，而是坚持才会有结果。半途而废只会前功尽弃。如今这世道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，路亦不可能畅通无阻。但是我们总得主动去争取啊，岂能放任不为呢？可是大嫂，别说了。他们送的礼物都被退回来了，我嫌丢人，他们偏不觉得丢人，还说什么脸面是小事。这个独孤伽罗倒挺能折腾的，他以为靠送礼拉拢关系就能壮大杨家呀，未免天真可笑。就是啊，而且大人公对他还是听之任之，也许是因为伽罗无亲无故，所以更心疼他吧。可是伽罗却不知分寸，一个富人家，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，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。堂兄，你就放心，反正他也闹不出什么动静来。我有何不放心的？任凭他们如何巴结，也无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与杨家交好。堂兄，你最厉害了，有谁敢不听你的话？不过，堂兄，杨家好歹是我的夫家，你也要手下留情啊。那个伽罗就是白花钱办傻事，他为了送那些礼品啊，不停地缩减家用，我现在连一盒国本果油霜都买不起了。堂兄，你看看我皮肤又粗糙了，又黄又干的，简直像个村妇一样。你当初不是寻死觅活要嫁到杨家吗？现在嫌弃杨家穷了？堂兄，你看我按时向你禀报，你是不是该奖赏我一点什么？感情你上我这儿找我来了。好了，想要多少，到管家那儿去支吧。啊，还是我对你最好吧。太好了，堂兄，你对我真的特别特别好。不过我们家三郎对我也是特别特别特别好。就是没钱。堂兄，你先忙，我去领钱啦。